2026年的 YouTube 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你明明很努力了，拍片、剪片、研究标题缩图，好像什么都做了，但是你用的玩法已经不是现在 YouTube 奖励的玩法了。所以这期影片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让你看懂现在的 YouTube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平台。你只要看懂了今天我和你说的这几个关键的变化，你就会在接下来知道应该拍什么，怎么拍，才会让你频道去获得更多观众，频道会更快成长。好，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和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下载。很多人心里还是会把 YouTube 当成我做好影片上传了就能推荐，但是如果说你还是在2026年继续使用这样的心态去做影片，那么你会很痛苦。现在的 YouTube 更像是一个多层次的娱乐系统，你看到的不只是长影片，还有 Shorts、直播、播客、会员、购物，甚至是电视端的观看。换句话说，现在的 YouTube 它不只是去和 IG、TikTok 进行竞争了，它其实还在跟 Netflix、Disney Plus， 甚至是传统电视去抢占观众的娱乐时间。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会从3个角度来带你看现在 YouTube 的变化。观众在哪里看 YouTube 变了，你的竞争对手是谁变了， YouTube 想要的创作者形态长什么样也变了。那首先第二个改变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但也是最致命的，就是有越来越多观众选择坐下来看 YouTube， 而不是滑一滑去看 YouTube。 以前我们在做缩图，在做影片的时候，脑袋里都会想到一个这样的场景：5寸的荧幕，人们在捷运上面，在办公室里面偷偷的刷 YouTube， 一个手指滑过去就没有了。但是到了2026年，真的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是在客厅上面去看 YouTube 影片的，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他们不是顺便看一下，而是我真的想要去看点东西。这就会直接改变3件事情。第一个改变就是你的节奏要变，要更像节目，更像故事。手机观众可以接受你一直跳剪，一直快，一直塞资讯，但是电视观众他们更像是在看一个节目，他们就会期待你有铺陈、转折还有收尾。这些电视端的观众他们是希望被带着走的，而不是被资讯砸脸。所以你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大频道，他们反而是开始变得更加简单、更加干净、更加耐看的。第二呢，就是你的画面要变，干净可读，它是大于花俏特效的。在55寸的电视上面，如果说你的缩图有太多内容、太花、太多元素，那么远远的一看就是一坨。缩图最重要的就是主要的轮廓是清楚的，情绪清楚，对比清楚。你要让观众远远的一看就能够清楚知道这部影片会讲什么，我看了之后能够得到什么。第三呢，就是你的内容要变。YouTube 它更喜欢可怜看的内容，电视观看更像是一集接着一集，所以 YouTube 它是更喜欢的频道，有系列、有栏目、有固定形式，能够让观众看完一集就想看下一集。所以2026年你不应该问的是我的剪辑到底酷不酷炫，而是你要问的是我的这支影片到底像不像一个观众可以坐下来看完的故事。但是讲到这里就会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多人会说我知道要把影片做得更像节目，更像故事，但是我没有团队，我的能力也不够。这就是2026年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以前这种叙事等级只有影视团队才能够做到，现在工具的门槛快速下降了。像是 Alice 最新推出的 Clean 3.0，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可以一次性的去生成多个连续镜头的画面，而且画面的稳定度、角色的一致性都是非常高的。它甚至可以做到长段的连续故事，光影、镜头感都能够稳定。那现在呢，我就打开了 Artlist， 接着呢，我可以选择 AI Toolkit。那最新的 Clean 3.0 呢，它是能够让我们去输入文字就可以去生成相对应的影像的。在这里我可以输入文字，然后选择 AI 模型。那现在 Artlist 它是有涵盖全部的影像、图片的 AI 生成模型。
这边我就选择最新的 Clean 3.0。那你可以看到呢，有 Pro 版本，还有 Standard 版本，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说你选 Pro 版本的话，它就更加适合于去做故事的开场，去做品牌的叙事，做有角色连贯的内容，去做比较完整的情绪铺陈，偏长影片去使用的，能够让你去生成最高品质的画面。那如果说你是选择 Standard，那它能够让你去快速的去生成素材，去做短片片段，能够去帮助你去生成 B-roll 画面、背景画面。你不需要太复杂的故事线内容的话，你可以选择 Standard 版本。这个版本呢是更加注重效率的。那这边呢我就选择 Pro 版本。然后在底下你可以选择它的长宽比，横屏的、竖屏的或者方形的1:1都是可以的。那 Clean 3.0 呢是能够去产生对话内容的，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让它去生成对话。这边你可以选择生成影片它的长度，最短呢是3秒钟，现在最长呢是15秒钟。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运镜形式，一个就是自定 Customize， 一个就是 Intelligent， 就是聪明智慧的。那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 Customize。然后在文字输入的时候呢，你特别强调应该如何运镜。接着呢就是这个 Negative Prompt， 那它呢是能够让你去标出你想要让你影片里面不包含什么内容，在这里就可以输入文字，这边输入中文也是可以的。那这边我已经生成了一个画面了，它的生成提示词是这个，然后中间呢它会说一句话，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流量还是起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流量还是起不来？那 Alice Clean 3.0 呢，它不只能够让你去生成一个人的画面，如果说你想加入更多人，想要去有对话的形式，也是可以生成的。那这边呢，我就生成一个对话的形式。是不是演算法不推我了？不是演算法变了，是平台变了。那 Clean 3.0 生成的画面是不是非常强大呢？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Artlist， 去尝试最新的 Clean 3.0 它的模型。这代表什么？就代表 YouTube 正在成为电视，而创作者他们的创作能力也正在被放大。所以关键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团队，而是说你有没有开始思考，你如何去把内容进行故事层级的升级。第二个改变呢，就是很多创作者还在用本地思维去经营频道，但真相是 YouTube 它天生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平台，而且到了2026年，这个真相变得更加明显，更加残酷。因为你的对手可能真的不在你的身边，可能在印尼、在巴西、在印度，甚至是日本、韩国。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只要在我的语言圈里面我做的比较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字幕、翻译、配音、多语音的音轨这些工具正在越来越普及，所以观众对于内容的语言障碍正在消失。语言障碍消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内容能够被全球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这就是机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全球的创作者也能够有能力来抢占你的观众，这也是压力。而演算法它也是非常冷酷的，它并不在乎你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创作者，它也不在乎你是否是本地的创作者，它唯一在乎的就是一个你到底能不能够吸引到观众，能不能够让这些观众多看几秒钟。所以我想送你一句话，你并不是流量变少了，而是在你同一个流量池里面进来了更多的高手。第三个改变是让最多人焦虑的，就是2026年 YouTube 演算法它不是奖励偶尔爆一支，而是会奖励那些能够让观众连看多看有品牌化的频道。你会发现 YouTube 近几年的更新，播客、会员、购物、短片、直播，其实都在把创作者去推到一个方向上面，就是把频道当成是一门生意在做。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成功的频道，他们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媒体公司，他们有固定的内容格式，有稳定的更新节奏，有可复制的流程，有清楚的定位还有主线。但是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会想 Grayson 我没有团队怎么办？我时间也不多，我也不可能变成工作室吧。重点来了， YouTube 要你像媒体公司，但是它不是说你要去变大，它要的其实是系统，
而不是人数。你只要做到你的内容它是可复制、可预期、可积累、可扩展的，那么你就能够靠一个人也能够做成媒体公司的感觉。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即使说你把你的节奏、你的系统都做对了，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的观众他的观看习惯变了，尤其是00后、10后这些观众，他们基本上从小就是看 YouTube 长大的，他们就会有3个非常明显的特性。首先第一个就是3秒规则，如果说你的影片前3秒留不住观众，那么他们就会离开。所以你的影片开场不要做长篇的自我介绍，而是你要快速的去把你的问题丢出来，或者是把冲突丢出来，又或者是把承诺去丢出去。你的影片开场最好是一句话就能够牢牢抓住观众，让他们想要去接下来去观看影片内容。比如说这句话，你明明很努力了，但是发布的影片为什么只有个位数的观看量？第二呢，就是全球感，你发布内容要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理解，你不能太过于依赖本地人才能够理解的梗，你要更强的视觉示范，更清晰的转折，更加直接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要有共创感，观众想要参与而不只是看，你希望让观众不只是看你的影片，他们会点赞，会评论你的影片，他们会恶创你的影片，他们会带节奏。现在的观众他们最欣赏的不是完美，而是真实。你越敢展示过程，展示你是如何试验的，展示你的失败，展示你的心理想法，那么他们就越喜欢看。到了这里我想停一下，你可能现在懂了 YouTube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那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有创建一个创作者的社群创意联盟，它不是去教你某个技巧，或者是让你去追逐某个风口，而是会陪你一起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可以长期经营的系统来理解。我会在里面持续的拆解 YouTube 的变化，分享我实际在用的策略，会提供给你课程来学习，也会回答大家不同阶段卡住的问题。如果你想让你经营频道的过程中能够走更久走更远，那么创意联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让你成长，连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你可以去看一下。好，现在重点来了，如果2026年的 YouTube 它是这样的，那你应该怎么做呢？我给你6个具体行动，你看完之后就可以开始改。首先第一个行动呢，就是你可以把内容做成全球都能够懂的版本，不是说要你去做英文内容，而是说即使大家不看字幕也能够看得懂你在表达什么，他也能够理解你在干嘛。具体做法就是更多画面，更多对比，更多资讯展示，少一点绕圈的讲解。第二个行动呢，就是把翻译当成是成长杠杆，你不用一开始就做得很复杂，你可以先把你的标题、缩图、影片的描述栏进行翻译，之后呢，你就能够去翻译你的字幕，去添加更多配音的音轨，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内容去触及到更多全球的观众了。第三个行动呢，就是你的选题是往人类共同的需求靠的，在2026年这些主题会更加吃香，成长、金钱、焦虑、转变、自由、成功、提升效率、AI、创造力，你要少去碰那些超本地、超内梗、超级限定情境的题材。下个行动呢，就是你要去研究国际高手，而不是只看投语言圈。你不能只是研究你投语言圈的创造者，你要去看一下国际的创造者他们是怎么做的，你要去研究他们前3秒的开场、整体段落节奏以及整体的故事结构，他们缩图的轮廓还有情绪。你不用去抄他题材，而是要学习他们的内容语言。下个行动呢，就是你的上片节奏要有时区概念。你的观众可能不在同一个国家，不在同一个时区，所以你就要去看数据，你的观众主要是处于哪个国家、哪个时区，他们在哪个时间段是最活跃的。YouTube 它是7天24小时的，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有人在观看你影片。下一个行动呢，就是把频道当成生意，但是先做一人系统。你不用很早去雇人，而是先固定好你的整个流程，主线定位、固定栏目、固定模板、长片、剪短片、引流到名单或者商品。把这个系统做起来了，你才会觉得你的每部影片都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而不是每一支影片都像是重新开始。但是我还是想去提醒你一件事，就算你开始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你慢慢的去把你的内容做到全球化，慢慢的把系统做起来了。2026年的 YouTube 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风险，那就是很多人做频道并不是做错了方向，而是使用了现在平台不允许的做法。
我之前做的这期影片，它会告诉你现在 YouTube 平台它正在禁止的7个频道主题。如果说你想长期经营频道，不想要突然某一天你的影片被限流，你的频道被下架，那么我希望你现在就去观看这期影片，看完你就会更清楚2026年到底哪些事情你完全不能碰。